佛教中提到，生命并非一开始便有一个固定的轨迹，而是根据个人的业力而转动。我们每个人都在六道轮回中流转，天人、阿修罗、人类、畜生、恶鬼、地狱，每一道都代表了不同的生命形态和境界。可能你现在是个人，然而谁能说得清，过去的你是否曾是另一种生物，或者未来的你会转生到其他的道去？大宝积经提到，每个人的今生都是由前世的种子所结的果，每一个生命的外貌、性格、行为习惯，乃至每一次的选择，都是过去因果的反应。大蒜的气味即使碾碎后再喷洒香水，也无法掩盖前世的烙印，无处不在。你所有的一切正是前世生命的延续。业力是一种不可逃避的力量，影响着我们前生的行为和今生的命运，而前世未解的业障常常会化作今生的一些表现，时刻提醒着你曾经的所作所为。那么从哪些迹象可以看出一个人前世是从哪个道转世而来的呢？从地狱道转世的人往往与愤怒、暴力深深纠缠，他们常常在面对挑战时无法控制内心的怒火，似乎从未学会如何以平和的心态应对外界的压力与冲突。地狱道转世的灵魂常常将未解的愤怒带入今生，这种愤怒表现为情绪的剧烈波动、言语的尖锐，甚至是暴力的行为。例如，这类人说话时总带着一种刺耳的气息，仿佛每一个字眼都燃烧着火焰，每一个言辞都具有极强的攻击性。你怎么能这么做？你怎么这么差劲？这种话语虽说未必带有恶意，却常常让人感到巨大的心理压力。地狱道转世的人似乎总是被怒火驱使，任何一点小小的不如意或是失误都可能引发他们的愤怒，甚至是针对他人的攻击。在人际交往中，这些人总是让别人感到如履薄冰，生怕说错话或做错事触动他们敏感的神经。即使他们自己并没有恶意，但无法控制的怒气常常让他们与周围的关系疏远。一个不经意的眼神，一句无意的话语，都可能成为他们爆发怒气的导火索。从外表看，地狱道转世的人常常显得深沉而压抑，仿佛永远背负着某种无形的负担。他们很难获得他人的信任，生活也相对孤独。在工作和社交场合，他们因言辞过于严厉，情绪失控而失去很多机会，甚至可能陷入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不愿与他人交流。但地狱道转世的灵魂并非全无希望。佛教教义中提到，所有的痛苦与愤怒终归是内心业力的反应。若能觉察到这些情绪的根源，修行者有可能通过禅定与觉察消除内心的愤怒，进而走向解脱。地狱道转世的人若能够觉悟，便能够转化过去的怒火，放下仇恨，从而获得心灵的平静。从畜生道转世的人通常展现出一种懒散的生活态度，他们对一切事物缺乏兴趣，行动缓慢，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显得随意与消极。这类人似乎在生活的每一天中都像是被动地度过时间，他们不会主动去追求成就，也不太关心周围的变化，似乎只有活着就足够。在工作中，畜生道转世的人经常是那种做事拖延、效率低下的人，他们对最基本的任务缺乏认真态度，即便是最简单的工作也经常会被他们敷衍了事。怎么这么基础的工作还做不好？这是他们常常听到的批评声音。对于这种批评，他们往往不以为然，因为在他们眼里，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机械的重复，只要能勉强维持现状，他们便不愿付出更多的努力。这种态度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工作表现，也影响了他们的社交生活。他们往往是那种不愿意与他人深入交往的人，因为对所有事情都漠不关心，他们没有真正的激情和动力去建立深层次的关系。这种懒散与逃避的心态使他们在人际交往中显得不求上进，甚至容易让周围的人感到失望。然而，尽管他们在现实的表现懒散，
畜生道转世的人内心深处往往充满着焦虑与恐惧。他们虽然表面上不愿意付出努力，但实际上内心对生活的空虚感却无法消除。这种无意义的生活循环，如同一条无尽的恶性循环，将他们牢牢地困在其中。虽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的内心常常被无形的焦虑所压迫，仿佛总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他们，生活的意义并非如此简单。这类人最需要的是通过修行来觉察自己内心的懒散与逃避，从而重新点燃生活的激情与动力。佛教中提到，懒惰和逃避是业力的表现，只有通过对自己内心的觉察，放下懒惰，才能找到生命的真正意义和方向。接下来是鬼道。鬼道转世的人通常拥有一种特殊的面容特征，皮肤苍白，眼神空洞，面容消瘦。他们常常表现出一种深深的焦虑与不安，这种感觉像是永远无法填补的空洞，无论他们获得什么，都无法满足内心的渴望。鬼道转世的人内心充满了贪婪，他们渴望得到更多的财富、食物，甚至是他人的注意。他们在生活中总是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去占有更多的资源，不管是金钱、物质，还是别人的情感关注。这件事情必须是我的，无论如何我都要得到。这种占有欲常常导致他们在生活中陷入无尽的焦虑和不安。虽然他们得到了某些想要的东西，但很快又会对其他事物产生新的欲望，始终无法达到内心的满足。此外，鬼道转世的人常常表现出对权威和规则的强烈反感，他们常常对政府、社会规范及正式机构持有不信任的态度，认为这些系统对他们而言是无法逾越的障碍。他们认为自己永远无法真正融入社会的主流，因此总是试图通过其他途径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些人也常常展现出某种特殊的感知能力，他们似乎能够察觉到一些常人所无法感知的存在，无论是空中微弱的气流变化，还是空间中的异常波动，鬼道转世的人都能够敏锐地察觉。这种感知能力虽然让他们感到迷惑和困扰，但也使得他们与普通人之间产生了无法跨越的隔阂。佛教教义告诉我们，这种贪婪与焦虑正是鬼道的业力作用，唯有放下这些执念，才能超脱生死轮回，走向解脱。通过禅定与修行，鬼道转世的人可以逐渐放下欲望，净化心灵，从而找到内心的宁静与满足。在佛教的六道轮回中，阿修罗道和天人道分别代表了两种看似相反，但内在深层次却有相似之处的境界。阿修罗道是充满斗争与竞争的地方，而天人道则是接近神性，充满智慧与和平的道。尽管他们在外在的表现上截然不同，但这两种境界同样深刻体现了业力的作用与生命的内在联系。我们可以从这些道的转世特征中探索更深层的因果关系与生命的奥秘。阿修罗道转世的人通常带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竞争心态，他们常常渴望证明自己的价值，追求成功和胜利，几乎无法容忍失败。这些人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时刻希望超越他人，争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强的权利。在他们的眼中，生活是一场无休止的竞争，必须不断前进，才能保持自己的优势。阿修罗道的转世者通常是那种在职场、社交圈或家庭中显得极具竞争力的人，他们永远不满足于现状，总是寻找更多的机会去展示自己的能力，无论是通过工作成绩还是社会地位的提升。对他们来说，平凡和安稳的生活几乎是无法忍受的。他们总觉得自己有能力做到更多，必须不断向前冲刺，证明自己比任何人都强。然而，这种极强的竞争心态往往带来深深的空虚和焦虑。尽管他们取得了许多成就，拥有了别人羡慕的权利和财富，但他们的内心却始终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阿修罗道转世的人通常会陷入无尽的渴望之中，他们永远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东西来填补内心的空洞。
即使站在了顶峰，他们也会感到孤独与空虚，仿佛有一种无法弥补的空白在心底。阿修罗道转世的人虽然具备极强的领导力和执行力，但他们往往在团队合作中显得较为孤立，他们不容易信任别人，甚至对他人的成功充满嫉妒。正因如此，阿修罗道的转世者常常感到孤独与不安，始终难以找到内心的平静。在佛教中，阿修罗道的这一特征并非不可改变，虽然这些人有时过于执着于外在的竞争与成就，但如果能够修行自我觉察，放下内心的贪欲与嫉妒，他们完全可以超越这种永无止境的欲望，走向内心的宁静。通过禅定和慈悲修行，阿修罗道的灵魂可以转变，逐渐获得真正的自由与解脱。天人道是六道中最接近神的存在。天人道转世的人通常具备无与伦比的智慧与高尚的品德，生活中富足而安宁。他们不仅拥有物质上的福报，往往也具备深厚的智慧和道德修养，是周围人眼中的榜样。他们的言行举止总是优雅无瑕，给人一种近乎完美的印象。天人道的转世者通常善于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纷争，保持社会的和谐。然而，尽管天人道的转世者似乎拥有一切，他们的内心却常常存在一种深深的空虚感。佛教教义中曾提到，福报不等于解脱。天人道的灵魂虽然享有极高的福报，拥有智慧、财富、权力，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命已经达到了最终的解脱和完满。天人道转世的人在表面上看似拥有完美的生活，能够轻松应对各种挑战，但实际上他们内心常常感到迷茫与不安。生活中的一切似乎都已得到，但他们常常对生命的意义产生疑问。对于这些灵魂来说，极致的福报并不一定能带来内心的满足，他们反而在追求更高精神境界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未曾感知的内心空虚。天人道的转世者往往已经经历了世间的辉煌和成就，但这份成就带来的并非真正的幸福，而是对生命的更深层次的困惑。每当他们从极乐的境界回望，他们可能会开始思考，究竟一切的满足与享乐是否意味着真正的幸福？这一种空虚的感受，正是天人道转世者所面临的困境。虽然他们拥有外在的完美，但内心的孤独和困惑始终无法消散。佛教教义中提到，智慧和福报是暂时的，真正的解脱在于放下所有的执念与渴望。天人道的转世者如果能通过禅定与内心的修行，放下对于外在成就的执着，他们将能够走出这种空虚，进入更高层次的智慧与解脱。阿修罗道和天人道在外在表现上有着显著的区别，阿修罗道充满了激烈的竞争和斗争，而天人道则是和谐、平静和智慧的象征。但两者内在的共同点也同样值得深思。无论是阿修罗道的激烈欲望，还是天人道的外在完美，背后都掩藏着一种内心的空虚。两者都在追求外在的成就，然而却未能找到真正的内心安宁。阿修罗道的转世者不断在竞争和斗争中追求胜利，直到他们发现自己始终未能填补内心的空洞。天人道的转世者虽然拥有世间的福报，但这种福报却未能带来内心的满足。最终，这些转世者都面临着同样的课题：如何超越对外在世界的执着，如何从内心找到真正的安宁。佛教教义中，六道轮回不外乎是因果的流转，无论你身处哪个道，每一个生命的经历都是一场因果的反应。在这场轮回中，我们不断积累着过去的善恶，积累着不同的果报，最终决定了我们将转生到哪个道，或者在现实中将如何生活。对于我们这些生于人道的普通人来说，或许在生活的琐碎和忙碌中，我们很难意识到这些深刻的因果关系。我们每天的选择或许并不起眼，或许只是为了应对眼前的困难，但他们都在无形中改变着我们的命运轨迹。每一个决定，
甚至每一个念头，都会在六道的轮回中留下印记。就像佛陀在《法华经》中所说，一切法从心生，心生一切，无论我们处于哪个道，内心的变化和修行都将决定我们最终的去向。就算我们如今身处人道，未来又是否能够超越六道，获得最终的解脱，那需要我们在每一刻都去思考，去修行，去净化自己内心的贪欲、嗔恚与愚痴。六道轮回不仅仅是命运的安排，更是生命的修行。无论从哪个道转世而来，每个人都在这场无尽的轮回中学习、成长、挣扎，并在经历各种不同的境界后，逐渐理解生命的真谛。从地狱道到天人道，从畜生道到阿修罗道，每一个道的经历都包含了深刻的智慧和无尽的修行。而每一个从六道中走出的灵魂，都在不断的升华，经历着对生命的理解，对欲望的超越，对智慧的积累。但这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无论身处哪个道，我们都在不断积累因果，慢慢转变自己的心性。当我们愿意放下自私与贪欲，放下对名利的执着，超越生命中的每一次考验，我们才能真正走出六道，超越轮回，获得解脱。而这一切的开始，便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生命中的每一段遭遇。六道轮回的秘密，或许就藏在我们每一分每一秒的选择之中。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记得点击关注和订阅，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